大家好，刚看过会员影片的，发现哎，我还是这身衣服，我还是这杯茶，背景不一样，背景只不过换了个景别而已。这不是赶上我嗓子好了吗？咱就把这些欠的视频都一块录一录。也没把大家当外人，所以我也没换造型，就是这样吧，没关系哈。今天截止为止呢，我们台湾的视频就已经全部更新完了。最近就一直就有朋友问我台湾订酒店推荐哪里，因为我有很多美国的朋友看了我视频，还有在大陆的朋友看了我视频，都很想去台湾玩。然后就让我推荐，哎呀，我要是住在台北，我应该住在哪儿啊？我要是住在高雄的话，我去高雄玩，应该住在哪儿啊？我第一次去台湾，我应该去哪几个地方玩啊？哪个酒店就是比较方便呀？就这种问题，已经不下有5个朋友问我了，所以我就决定做一个系统的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就是这5、6、7、8、9、10次去台湾住的这些酒店的一个感受，希望能给未来想去台湾玩的朋友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。我这也算半个台湾通了吧？那我们前几次去台湾一直都是住在板桥凯撒，还有板桥希尔顿，因为板桥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之方便。我们住在板桥凯撒住了这么多次哈，就是因为它相比较而言，其他的酒店它的性价比非常之高。因为台湾的酒店众所周知哈，这不是我说的啊，是很多台湾朋友也是这么认为的，就是它的性价比其实是不高的，它酒店的住宿费用其实是很高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台湾朋友在假日的时候都喜欢到别的地方玩，什么去日本啊，去韩国啊。我那天看一个新闻说，今年春节，台湾的订房率特别低，好像才2成到4成左右。然后大家都出去玩了。我最近我总收到邮件，就是台湾的酒店给我发邮件，说我们什么降价了，我们降了多少%多少，我们降了多少，就是这种邮件我经常收到。因为他们有做过一个对比，说你比如你去垦丁，垦丁你要比如一个家庭订一个民宿，好像要16000到2万台币吧，就是能看到海景的。但是你要去冲绳，你到冲绳也是同样的，就好像是那种公寓式的酒店。就是有2房1厅啊，也是全家可以住在一起，还有厨房，完全海景，然后好像才要6000多台币，然后你还能购物。对，比如你从台北，你如果坐飞机，比如你去冲绳，去宫古岛什么的，你可能飞差不多1个半小时，2个小时就到了。你要去高雄，你坐高铁，你不他去垦丁，再转垦丁，你也要2、3个小时，你要开车得4、5个小时，可能你出趟国比这个去台湾本岛可能还要省时间，对，而且性价比又不一样，因为你看到的海景是不一样的嘛，对，所以他们说垦丁好像有2个还是3个饭店还是民宿啊，已经熄灯了，倒闭了，是吗？话说回来哈，就是这个先说这个板桥凯撒和板桥希尔顿，我们当时是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，比起其他的这些酒店来说，而且它非常非常之方便，因为它走2步就到了那个板桥车站。板桥车站是我们认识台北的一个起点啊，就是让我们知道坐捷运有多方便，台铁有多方便的一个开端。所以我们是其实对板桥凯撒和板桥希尔顿是有一个革命情感在的，因为它是就是带领我们认识这个地方的一个开端。那板桥凯撒和板桥希尔顿呢，我们住下来的感受，除了它方便以外，它的这个房间非常的舒服。它不是有多豪华呀，什么多大呀什么的，但是偶尔其实是有些房间，我们订到的房间是就是挺宽敞的，就是房间不小，我觉得非常舒服，住起来就是希尔顿和凯撒，而且它房间都是新装修的。其实它的不管是格局还是装潢啊，还是就是它的一些服务，我们都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，性价比也非常高，而且它价格都是在就是100到130美元左右。对，咱们当时是为什么觉得它性价比特别值呢？因为当时你记得咱们最开始去的时候，咱们住过 W 酒店，W 酒店就是价钱性價比是我觉得超级不划算的，因为当时好像咱们订的还是用那个 American Express 订的是400多美元，400多美元，他每天给咱们住一次给100美元的那个消费的那个抵用的，然后给瓶红酒什么的。它因为其实 W 酒店的房间大小跟板桥凯撒大小差不多。它里边的设施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。对，相比较凯撒和希尔顿来说，我并没有觉得有一个就是多么
质的飞跃。是，的确是它肯定是更豪华一些，但是没有让我觉得啊，它值得让我去付多出来这300美元。对，但我觉得它早餐其实挺好吃的。板桥希尔顿的早餐其实一般。好，但是你说你住在板桥，你还吃啥？朋友们，如果去台湾的话，我觉得，如果你的住的这个酒店是在一个非常方便、车水马龙、快捷方便的一个地方的话，你完全没有必要去订酒店的早餐。既然都去了台湾玩了，你就是要去吃他们就是巷弄里的小吃啊，或者是餐厅啊这些。自从咱们有了这个万豪的这个卡以后，咱们现在比如订2月份的 W 酒店，加上税，它是3900台币，那是多少美元？130美元。哎，那不和希尔顿一样？对呀，你如果说 W 酒店跟板桥凯撒跟板桥希尔顿是一样的，那我当然选择住 W 酒店。那肯定了，那价格要一样，我肯定是住 W 嘛。对，所以我现在研究出来了，其实住 W 酒店的所有人都不是用那500美元一晚上住的。那不一定，我告诉你，你格局小了。我跟你说，有钱人多了去了，不光都像我们一样。你听我说，你知道我那天研究那个就是万豪的这个，因为咱们是因为有这个亲情卡嘛，因为有很多人他有那种万豪的，比如说他是那种级别很高的会员，他也能享受这些价格啊。如果你有美国政府的这个工作证，你可能才花60美元住一晚上啊。因为万豪是美国政府的，对，万豪是美国的嘛。比如你美国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，你就只花60美元一晚上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明白了。你明白了吧？所以其实很多人是用很便宜的价格去住的，对。这就话又说回来，就是我们就是后来这几次没有这几次，就这2次吧。对。后来这2次回台湾用的就是我朋友给的万豪亲情卡，这个的确是帮我们省了非常非常多的钱，也让我们有机会就是住到了很多不同的酒店。我们因为打开格局了，对，就是跳出板桥了。对，然后那我们来分别说一下吧，这每个酒店的感受。对，先从万豪。首先我阐明一个观点，目前台北所有酒店里边，万豪是我最喜欢住的。就是如果说只要它的价格合适，我会一直住在万豪。我觉得它的缺点是，它离那个什么远吧？它离捷运远。对。你要是打车或者什么的还行，打 Uber 还行，但是你像我们现在都是这个捷运小能手了。捷运是有点远，要走离捷运站10分钟吧。对，有点远。我觉得万豪对我来说就是，我还想去住的原因就是我想去吃那个欣叶。对。但是的确是万豪的整个住的感觉，整个氛围是很舒服的，很高级，很舒服，很豪华的。你有没有感觉就是万豪住起来很安静？W 酒店就感觉天天车水马龙的，楼下也是各种车，因为它在市中心嘛。对，它在101旁边嘛。对。然后，但是在 W 酒店人也多，就是上上下下的人也特别多。对，万豪的确是住起来是很舒服、很安静的。然后整个气场，我觉得整个那个万豪的这个 vibe 那个气场也非常好。因为你早上起来从万豪下电梯下楼，底下都是穿西装的人，就你穿踏拉板。对，人家那都是啥呀？人家那都是公务人员，对，都是专业商务精英。就你得搭捷运，所以你觉得万豪这点不方便？人穿商务套装的都不用搭捷运。但是我觉得万豪呢，房间非常非常舒服，它的吃饭呢很精致。就是他楼下的餐厅，楼下的餐厅，对他楼下的餐厅，就个个都是就是能拿得出手的，个个都是不提前订不上的。对，所以万豪其实性价比真的是挺好的，人家万豪，咱们现在看2月份价格差不多就是60-70美元，那是非常非常合适的。对。然后再说说喜来登吧，我是12楼。酒店挺老的了，感觉门啊啥的，哎呦妈呀，正好在这儿，把脚。
喜来登我是非常喜欢，但是它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这个房间挺旧的，它的楼道啊什么的这个装潢啊挺旧的。但是我非常喜欢，是因为它旁边就是捷运站，那个叫什么善导寺站吧？善导寺对。太近了，然后出了门就是出了门就是吃的，然后出了门就是善导寺站，然后再一走就是那什么青岛路啊，对，还是青岛东路啊？后边这条街是青岛东路吧？东路吧，还是什么？反正就整个全部都是吃的，就住在那儿完全就不用担心吃。它离台北车站，它离台北车站也近一个公里吧。咱们上次不是去那个居酒屋？不就走还路过台北车站了吗？啊，对，走过去的。对，但是我们去居酒屋，居然张大大和 YY 说咱们俩怎么走过去的？我觉得挺近的呀，走了20分钟也不远的。这个六福万怡我们也特别喜欢，就是房间啊什么的也都特别好。房间挺好的，挺新的。对，然后是离那个南港车站特别近，然后下边有那个各种的美食街，然后商城，就属于一个一站顶所有的一个地方。我觉得它比那个板桥凯撒跟板桥希尔顿更方便，它也是3铁车站，也是3铁车站，人家就在酒店楼下呀，下雨你不用淋雨啊。对，你要不想出门，你就在楼下这个购物商城，就是买衣服啊，逛小饰品啊，这种好像楼上就是电影院。对，而且你去哪儿？你说我去个什么高雄？我去个什么花莲，对，你楼下就是坐台铁高铁就走了。对，唯一一点不方便就是如果开车的话，它这个停车楼停到另外一个停车楼，你就得先把行李卸在酒店前台，然后你再去停车。这是它唯一的一个，这是唯一一个缺点。还好，就是你要习惯了，你得知道。但是像我们就是第一次，真的是就找这个停车场找到头疼，因为它的确是和普通的酒店的这个构造是不一样的。你普通酒店你一般都是停车场直接一个电梯就上到前台了嘛，它不是，它是完全分开的2个楼。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不租车的话，其实万福六宜六福万怡，我上次就说错了，说成万福六宜了，然后就有观众说谁六宜啊，哪家的六宜啊？我说的时候我就在想谁的六宜啊，后来原来是我说错了，叫万怡六福，万福六。你给带偏了，叫啥？六福万怡啊，六福万怡，六福万怡啊！哎，他们都说那个六福万怡的下午茶特别好，是吗？我看很多人留言说他们都去那儿喝早茶呀，喝下午茶。对，我上次遇到那个观众也是，他们就是去吃饭的。六福万怡的这个机器人有点呆。对，第一次去台湾台北，其实六福万怡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对，你好像搭那个机场快线，就等于是可以直接，你就等于行李就你不用淋雨，你下了飞机你就直接反正怎么搭的，直接到酒店房间，就直接到酒店了。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方便屋顶的地方了。对，我觉得真的这个作为就是可以首选，对，可以作为首选。我觉得其实对于去台湾玩的朋友来说，我觉得最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方便，因为在台湾其实搭捷运是非常非常快也方便的事儿，能缩减你的这个预算，而且你省时间啊，你不用堵车呀。对，反而是省时间。所以就是喜来登和这个六福万怡，还甚至板桥凯撒这些，都其实算是非常方便的。但是因为你知道板桥凯撒吧，第一次来台湾的，因为他可能活动范围还是在台北，他不在板桥活动范围。你住在板桥，你天天往台北跑也是挺远的。北投的 Loft 那个我觉得就不是很推荐，因为房间啊各方面其实都不是特别好，那个是因为当时咱们订的时候，就是所有价钱都特别贵，而且没有房间，对它比较便宜，所以它比较便宜。咱们住了那儿住2个晚上。对，但是它的住的感受其实和喜来登啊，或者是万豪啊，其实是差了好几个档次的。差了好几个级别的，而且它有点是给团住的那种酒店。好像实际上就是那时候韩国团什么好像就是团。对，好多韩国团，还有甚至台湾本地团都是住在 Loft。对，就它的住的感受其实并没有特别好，这个 Loft 我就不太推荐。但它价格呢？价格也没有便宜吧？它没有，它便宜的时候跟万豪什么都是一样的，都是60-70美元。就咱们现在的最低价最底线就是60-70，2200台币就是底线了。
巴黎福朋好像也是喜来登，福朋喜来登。住在福朋喜来登是非常适合，如果您想要探索巴黎啊、淡水的，就想要花个2-3天时间，就是在这个区域的。我们觉得住的也非常舒服，然后房间特别现代。它是唯一一个就我记得。就是它的室内装潢的，因为它是有点那种轻工业风，就又有玻璃，然后又有那种就是铁，还有那种木质的一个混搭的一个就室内设计。我觉得方玉刚也是他家的啊，方玉刚也是他们家，就我觉得装潢还是不错的。而且他是唯一给我们早餐的啊，免费早餐的吗？对，我们就作为万豪的员工，唯一给我们免费早餐的，对，而且他早餐也挺好的，挺好，对，挺好的。我们下去吃了，真的是不错。如果你想要去探索巴黎或者是淡水留个2-3天的话，住在这个福朋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。再就是台中咱们就住了一个那个林真的挺好啊，林真的挺好。室内岁月静好，外边就是台风肆虐啊。电梯楼层的指示还是这种的，像表一样。酒店下了，这个楼道和永利还是不太像的。永利的楼道也是非常亮堂，但这个楼道有点昏暗，但是看着也很屌。这儿呢，插卡。房间和永利也差不多，还有一个大镜子，然后是这样的房间。打电话应该问问有没有赌场啊？感觉真的是像有赌场的感觉，地毯不太一样，永利的地毯更花，但是它可能为了配这个红黑的这个风格，哎呦，真的是挺像的。房间很不错。真的和永利好像啊，和永利好像，有没有？朋友们，是不是和永利好像？我们非常喜欢林酒店，而且它早餐，它的那个自助餐厅，哇，这个很牛逼。就是我们在台湾吃了这么多自助早餐酒店，就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场地的，而且就是品类那么多的，什么都有，就是想吃就是各国的，然后各类的什么都有。辣炒打抛猪，它是炒板条，鹌鹑蛋，哇呀，这么丰富啊！好，凉拌青木瓜，哎，这个我可以来一个。甜品区哦，啥呀？龟苓膏，呀，好厉害呀！潮汕油面，什么？纳豆，哎呦，海带结啊，都好好吃。还有寿司，
菇啊。法式鹅肝酱哎，火腿。你看看人家这个切片机，萨拉米的切片机，再看看我们家的，这应该是我们目前在台湾所有的酒店里边的自助早餐最牛逼的吧。鸡肝，我现在说到那个餐厅，我还流口水呢。就我很少会喜欢吃一个就是酒店的早餐或者是自助餐厅，就我想要再去吃的。我们台中就住过这一个吧，对。高雄我们住过2家，洲际跟圆山。哦，对，圆山，我们还住过圆山。对，我觉得朋友们如果去台湾的话，住一下圆山。台北圆山比高雄圆山更大气、更大、更漂亮。就它那个建筑，就是整个一个中式的建筑，你以为是个博物馆那种老楼，真的是看起来就特别的巍峨，特别的壮丽。这个，这都是什么材质啊？这么顺滑丝滑，这真的是照着故宫的这个水准建的吧？酒店是古香古色的，连里面的装修都是这样，连床都是这种这种形式的床。哇，所有的家具都是这样的。哇呀，啊妈呀！这个阳台的锁还是这样。哇！然后这个阳台是和其他房间的阳台是连在一起的。晚上嗨起来呀！如果有邻居的话，一起喝酒啊。21 degrees and sunny, just the way I always wanted. Told but I got the upside. The bluebirds peaceful to sing along. 圆山蜜道国宴酒，圆山蜜道窖藏国宴陈高。这个是圆山自己的 single malt 彩虹，自己的 whisky 哦。
们来一杯尝尝呗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，1952，我尝一下这个吧。这就是那个你送的可以52岁，52岁，52年，不是52岁，52年生。太年轻应该不会哦，没关系，我尝一下这个，他尝一杯这个。哦，还要栗子塔、法式青柠檬塔。哦，他要cheesecake， 他就来一个巧克力核桃吧。什么冰滴咖啡？您好，请问这个冰滴咖啡这个东西是有在用的吗？哦，有在用啊。就是那个感觉，就是特别不一样。你别求它有多豪华哈，因为那是楼非常的老，对它的家具什么都是老家具，但是这个老你不怕，就不像有些酒店你住进去你就觉得老的就是你难受，但是你这个住进去你就觉得老的特别有韵味儿，特别有感觉。对，我还记得咱们当时在那个阳台上坐着啊，对，看着远处的那个叫什么湖吧，有一个，对，是一个什么湖？对，我那个风景那么漂亮，太美了，太舒服了，太美了。我还记得你在那儿吃莲雾，对，我在那儿吃莲雾，我好像在各个酒店都在吃莲雾，我永远都是在吃莲雾。去台湾一定要吃台湾的莲雾，台湾的蜜枣，但是这是冬季限定啊，也推荐大家去台北的圆山住一住。我们没住过，但是我们下次就很想去住一住台北的圆山。就没有哪一个酒店会让你觉得它是一个景点儿。对我来说，圆山饭店不管是高雄还是台北，它对我来说算是个景点儿。很多人不住酒店，他也要去圆山去参观一下，就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好。去喝个什么下午茶呀，去看看它那个隧道啊。对，台北圆山有一个隧道，高雄就还住过洲际，洲际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，它算比较贵的吧，但是高雄的酒店整体来说比台北就是便宜多了，以它的这个档次来说，其实我觉得和 W 差不多了，甚至我都觉得它这个房间比 W 好，房间它是这种像小套房似的。对，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喜欢高雄洲际酒店的，但是它的价格又没有那么的贵。其实，在高雄旅行，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。我印象中特别深，就是那个洲际的房间送餐特别好吃。因为我们洲际呢，它是用那个 American Express 订的嘛，它会给一个100块钱的100美元的一个就是代金券，你可以花在就是比如说点餐呀，或者是楼下买东西啊，或者是餐厅啊，还送给我们一瓶红酒。这100美元在美国花就是真的就是不抗花的，随随便便就花没了，都吃不着啥。但是在台湾这100美元可管事儿了，我们就就是经常比如说到了洲际，我们就不想出去了。洲际酒店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就想在酒店里待着。我们为什么一直没好好玩高雄，就是因为酒店住的太舒服了，这个洲际吃的也好吃，然后早餐也好吃，房间送餐，对，他玩命的点，还没点到100。最后结账的时候，那个前台说：“哎，你去买点什么？你把钱花完了吧？你没花完这100都。”乌鱼子炒饭，闻起来很香。澳洲和牛面，麻椒口水鸡。先我这个牛肉面啦。香啊！尝尝这个牛肉面，你的乌鱼子饭好吃吗？哇，这个面很好呀，那牛肉很好，很薄很嫩，一烫就熟，拿热汤一烫就熟的和牛片儿，不错。一般酒店能做的好吃的，真的不多。然后这个面真的是很好吃，是不是？酒店的餐一般都是很难吃的。尝一下口水鸡，口水鸡好好吃。洲际是我们觉得真的是各方面非常舒服，然后性价比又高，就是让你
不想出门的一个酒店。咱们就差不多就这些了。垦丁去富兰朵住，富兰朵也是非常好，因为也是在海边嘛。然后再就是咱们住的小垦丁那个度假村，那个一般人不方便，然后也进不去。那小木屋它属于是？对，属于小木屋。但酒店的话就是富兰朵，咱们没去过乌来的富兰朵，太贵了，太贵了。因为我上次在吴老师那个铜锣感受了一下，就他们那个锣和对岸富兰朵那个鼓互相的一个互动嘛，他每天4点都会有那个表演，特别的震撼。然后呢，我这不感受到了在吴老师那边嘛，我其实很想感受一下，就是4点的时候我在富兰朵听着他们打鼓，然后听着吴老师、秋萍姐在这边敲锣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向的一个回应，是一个什么感觉？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住在乌来的富兰朵。其实我们整体下来，我们觉得台湾酒店其实还是偏贵，真的是偏贵，肯定是偏贵。你看那个日月潭，咱们那个韩碧楼不就挺贵的吗？好像日月潭现在又开了一个什么叫日月行馆啊，行宫叫什么？行馆我也不知道，超级贵。是吗？好像1000多，1200美元，1000几百美元的。对。然后我那天看他那个房间，景好嘛，眼前就是开窗就是日月潭，但房间其实我觉得好像也就是那样吧。但是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去感受一下。这真的是还有韩碧楼，朋友们，这个韩碧楼以后如果能订到的话，去韩碧楼也感受一下吧。好像据说所有的有钱人每年都会找几天去汲取天地精华，说那边磁场特别好，会让你变得特别顺利。但是我们还没有机会体验到。不是，你不能住1天，你得住1周。对，住1周，你得去就是整个感受这个磁场、这个能量啊，这种。人在旅行中最大的2笔消费，就是一个是飞机，一个是酒店。你再怎么吃，你也吃不了多少钱。但其实台湾的民宿，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尝试。我们其实民宿住的不多，一个是阿里山的民宿，我们觉得很好，一个就是那个花莲海滩那个花莲海边，花莲那个海边那个叫啥来着？就你吃泡面的那个。我吃泡面，我吃特牛逼牛肉面那个。台湾民宿还是挺好的，就是酒店来说偏贵，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精力去找民宿的话，其实台湾的民宿我觉得性价比其实是挺高的，格调啊，它的布置啊，它的风格啊，也都是很特别的，都有自己的一个品味在的，也是体验一下也是很不错的。但是我觉得你民宿，比如说你去花莲啊，你去什么阿里山啊这些地方，甚至宜兰呀，你住民宿可以。但是你在台北哪有民宿啊？台北、高雄这些地方哪有民宿啊？那不就不叫民宿，就是民居了。Airbnb 的民居了，不叫民宿啊！民宿的特点就感觉我去婷婷姐姐家住2天，我去歪歪家住2天。对啊，民宿是像阿里山，比如说是在一个景点里边啊，在一个风景里面，对，那叫民宿。反正这我理解的民宿是那样的啊。主要这几个就是大城市的一个酒店的一个总结吧，推荐，然后感受，就希望能提供点有用信息。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，或者吃方面呀、玩方面有任何问题，可以问我啊。